大家好，我是李芷晴，欢迎来到月活晚年。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事儿啊，特别常见，但真出事了，能让你后悔好几年。坐过飞机的朋友肯定都遇到过这种场景，你刚找到座位，气儿还没喘匀呢，旁边就凑过来一张特别热情的笑脸，客客气气跟你说，不好意思，能不能跟您换个座？我想跟家里人坐一块儿。听到这话，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肯定是想着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咱们这代人最讲究的就是个热心肠，出门在外能帮一把是一把，这心一软，点点头就答应了，拿着自己的小包就换到别的位置去了。但是今天，李芷晴要严肃地告诉各位朋友，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您一定要把心肠硬起来，非常坚定地告诉他们，不换，千万别答应。这不是咱们小气，也不是咱们不爱帮忙，而是因为这个看起来小小的举动背后，藏着您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大风险。因为您很可能正在被一帮专门在飞机上作案的盗窃团伙利用，他们就是看准了咱们热心肠，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骗局。您的善良正在变成他们偷您钱财的梯子。在开始之前，李芷晴我想请各位动动手指，给咱们这个视频点个赞。如果您是的一次看到我的视频，觉得我说的在理，别忘了点个关注，这样以后有什么新内容，您就不会错过了。我在航空公司干了快20年了，以前就是空姐，在这个1万米高空的封闭空间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处理过各种各样的麻烦事。但最近这几年，有一种情况让我们这些老航空人特别警惕，就是利用换座位来偷东西的骗局。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而是成了一种有组织、有套路的新型犯罪。我先给大伙讲个真事儿，就发生在上个月，一架飞往南方旅游城市的航班上，有一位60多岁的大姐，她儿子给她买了靠窗的票，让她能看看风景。大姐刚坐下，一个40来岁，穿着衬衫西裤，看起来像出差干部的男人就过来了，特别有礼貌地说，阿姨，我有点恐高，坐在中间这个位置心慌得厉害，能不能跟您换个靠窗的，我多看看外面能好受点。大姐一看这人斯斯文文的，说话又客气，而且恐高，这个理由听起来也挺合理，谁还没点害怕的东西呢？她心一软就答应了。大姐原来的座位是第10排靠窗，头顶行李架上放着她随身带的手提包，那包里可都是要紧东西，有她准备给孙子的1万块红包现金，有老伴儿送她的金镯子，还有护照、身份证、银行卡。她换到了第15排的过道座位，因为隔得不算太远，她就想着包放在原处也行，等下飞机时再过去拿，免得折腾。飞机起飞后，客舱灯调暗了，很多人都开始打盹。飞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换到靠窗座位的男人假装要拿外套，站起来打开了头顶的行李架。他把大姐的包拿下来，放在自己腿上，仔细细地翻了好几分钟，然后把包拉链拉好，又原样放了回去。周围也有人看见了，但因为他正好坐在那个座位下面，大家都自然而然地以为那包就是他的。谁会在飞机上翻别人的包呢？这不是很正常吗？等飞机落地，大家急着下飞机，大姐回到原来座位拿下包，看都没仔细看就跟着人流出去了。直到到了酒店，想拿钱给孙子包红包时，她才彻底傻了眼，包里那1万块钱现金，还有那个金镯子，全都不见了。她当时腿就软了，赶紧回想，这才意识到问题就出在那个换座的男人身上。可是人海茫茫，飞机上那么多人，去哪儿找啊？而且已经离开了机场，监控也很难拍到他在座位上的小动作。最后这事儿只能报警了事，但钱物追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大姐后来打电话跟我哭诉，说那是她攒了好久的钱，就这么没了。各位朋友，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拆解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套路，我把它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这些人啊，表面上是在求你换座，实际上是在调虎离山。咱们好好想一想平时坐飞机的流程，上了飞机，找到自己的座位，然后把随身行李，特别是装着贵重物品的那个包，放在自己座位正上方的行李架里。为什么要放这儿呢？因为就在你头顶或者斜上方，你一抬头就能看见，稍微有点动静你都能注意到，这是最安全、最让你放心的地方。但是一旦你答应了换座，特别是换到了后面几排，或者换到了隔着过道、视线被挡住的位置，问题就来了。你人走了，可你的行李往往还留在原来的行李架里。为什么？因为新座位头顶的行李架可能早就塞满了，或者你觉得搬来搬去太麻烦，反正也不远，就算了。可就是这个算了，造成了最要命的后果，你和你的财物分离了，而且这个距离不远不近，刚好超出了你的有效控制范围。这时候，那个提出换座的人，或者他的同伙，就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大大方方地打开你座位上的行李架，名义上是拿自己的衣服、拿水杯，实际上是在翻你的包。飞机上，尤其是长途飞行，客舱灯光调暗，大多数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就是他们下手的黄金时间。更可怕的是，因为他坐在那个座位下面，周围的乘客，甚至走过去的空乘人员，都会下意识地认为，他头顶行李架里的包就是他自己的。谁会去管一个人翻自己的包呢？这种心理上的盲区，就是小偷们屡屡得手的关键。可能有朋友会说，芷晴啊，那我不换那么远不就行了？或者我换座的时候一定把行李也带着走。这话理论上没错，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飞机上的空间多紧张啊，尤其是行李架，稍微往上去一点就塞得满满当当。你想带着行李走，新座位头顶很可能没地方了。最后你可能不得不把行李留在原地，或者放在离你好几排远的地方。这不还是给了坏人可乘之机吗？除了偷东西这个最直接的风险，私下换座位还隐藏着一个天大的安全隐患。很多朋友根本想不到，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你的座位号就是你在飞机上的身份证。大家别觉得我说这话不吉利，咱们坐飞机，安全永远是头等大事。您登机牌上的那个座位号可不是随便印上去的，它和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甚至您购买的航空保险信息，都是牢牢绑定在一起的。万一，咱们当然希望永远没有这个万一，飞机遇到了严重颠簸，有人受伤，或者发生了需要紧急撤离的情况，后续再进行人员清点、身份确认和保险理赔的时候，座位号是最关键、最快速的识别依据。如果您私下跟别人换了座位，又没有通知机组人员，一旦出了事，救援和善后工作就会乱套。比如说，救援人员发现8排 C 座的乘客受伤了，名单上显示是王奶奶，可实际上坐在那里的是跟王奶奶换座的赵大爷。这不仅会给紧急救治带来混乱，更可能在后续的保险理赔上产生大麻烦。保险公司完全有理由说，您没有按照票面座位就坐，这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到时候扯起皮来，您就是有10张嘴也说不清啊。再从我们航空工作的专业角度来说说，为什么我们特别不赞成，甚至反对旅客私自换座？这真不是我们怕麻烦、不通人情，而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航空知识，叫做飞机的配载平衡。咱们坐的飞机，它跟汽车、火车可不一样，不是你想坐哪儿就坐哪儿的。飞机在起飞之前，地面上的配载员会像高级会计一样，精确计算这趟航班上一共有多少人、多少件行李、多少货物，以及这些重量都分布在飞机的什么位置，然后他们会算出一个完美的重心。这个重心点直接决定了飞机起飞、降落和在空中飞行时的姿态稳不稳定。简单来说，如果大多数人都挤到飞机前部去坐，飞机就会头重脚轻，起飞时可能仰着头拉不起来。
如果都跑到后部去坐，飞机又会头轻脚重，容易失速。虽然现在的大型客机自动化程度高，对少数几个人换座不那么敏感，但如果是那种小型的支线飞机，或者航班乘客不满，空位很多的时候，大家要是都随随便便换座位，都集中坐到一边去，那是真有可能破坏飞机平衡的，严重的甚至会影响飞行安全。所以每次看到飞机还在滑行，或者刚平飞就有人解开安全带到处乱窜换座位，我们空乘人员的心都是揪着的。这真不是开玩笑，这是关系到整架飞机上百人性命的大事。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很多朋友没遇到过，但确实很麻烦，就是那种国际航班或者一些长途航班上，如果有旅客提前预定了特殊的餐食，比如糖尿病餐、素食、清真餐，或者给宝宝预定的婴儿餐，这些特殊餐食都是严格按照座位号来准备和发放的。如果您私下换了座位，又没告诉我们，等到发餐的时候，我们推着餐车到您原来的座位，发现坐着个陌生人，人家说我没订素餐啊，这时候我们空乘就得端着餐盘，满机舱的找您在哪里。这不仅耽误其他旅客吃饭，也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负担。要是因为找您耽误了时间，餐食凉了，或者您饿着肚子不高兴，那该多冤枉啊！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要问了，芷晴，你说的都对，可要是我真的遇到特殊情况怎么办？比如我们老两口带着小孙子出门，结果网上值机没选到一起，我被分到前面，老头子带着孩子在后面，这照顾起来多不方便啊！难道这种情况也不能换吗？这种情况当然能理解，也完全可以解决，但是换座位必须讲方法，守规矩。正确的做法是，千万不要自己私下找其他旅客商量换座。您一上飞机就找穿着制服的空乘人员，客气地跟他说，姑娘，麻烦您一下，我们一家带着孩子，座位分开了，您看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让我们坐得近点。这个时候，我们空姐就会根据整个机舱的座位空余情况，主动帮您去和其他旅客沟通协商，由我们机组人员出面协调，成功率要高得多，大家也更愿意配合。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会帮您把行李也妥善地安置好，放到新座位附近您能看见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把这次座位变更记在心里，更新我们脑中的客舱座位图。这样，不管是发餐、发水，还是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我们都能准确地找到您，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最没有后患的办法。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是在飞机上有陌生人主动来找您换座，您该怎么拒绝，才能既不得罪人，又不给自己惹麻烦呢？我知道咱们中老年朋友最讲面子，心肠也软，直接说不行，好像显得自己挺小气，不乐于助人似的。其实啊，这种心理负担大可不必有。您花钱买了票，这个座位的使用权就是您的，您完全有权利拒绝任何让您感到不安的要求。李芷晴，我教您几招，既体面又管用。第一招叫做身体不适法。当有人来商量换座时，您可以轻轻扶着腰，或者揉揉膝盖，脸上带着歉意说，哎呦，真不好意思，我这老腰不行，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医生特意嘱咐了，只能坐这种靠过道的位置，方便起来活动。要是换到别的地方，这一路我可就受罪了。您看，理由合情合理，对方一听您身体有特殊情况，一般就不会再强求了。谁好意思为难一个身体不舒服的老人呢？第二招叫做运机需要法。如果对方想换您的靠窗座位，您就说，哎呀，大兄弟大妹子，真对不住，我运机晕得厉害，必须得坐在窗边，眼睛看着外面天地线，心里才踏实，才不至于吐出来。我要是换到中间去，这一路上万一忍不住吐到您身上，或者吐到过道上，那多不好啊。这话一说，对方心里就得掂量掂量了，谁愿意旁边坐个可能随时呕吐的人呢？
通常立马就打消念头了。第3招叫做行李要紧法。您可以指着头顶的行李架，很认真地说，实在抱歉啊，我这个包里装着特别重要的东西，有给儿子带的药，还有各种证件。我好不容易把它放在我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心里才踏实。要是换了座，我看不到它，这一路我都得提心吊胆的，实在是没法换，请您理解。这么说，既表明了您不能换的立场，其实也无形中给周围人提了个醒，我的包很重要，我在盯着呢。第4招最直接，就是规矩最大法。您可以微笑着很客气地回应，这位朋友，真是不好意思，我听说现在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挺严格的，不建议旅客私下换座位，说是涉及到什么配重平衡和保险问题，咱们还是遵守规定，别给空乘人员添麻烦。您要是真有需要，我帮您叫空姐过来，请他们帮忙协调一下，他们安排的最稳妥。您把责任推给规章制度和空乘人员，对方通常也就没话可说了，毕竟谁也不想当那个公然违反规定的人。其实啊，说了这么多，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在社会上的骗子和窃贼手法是越来越高明，心思是越来越狡猾，他们就是精准地利用了咱们中老年人善良、热心、脸皮薄的特点，设下一个个温柔的陷阱。您想想，飞机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环境封闭，大家都觉得挺安全，警惕性自然就放松了，手机、钱包随手就放，这就正好给了坏人最佳的作案时机。很多所谓的换座请求根本就是个烟雾弹，目的就是为了扰乱您固有的人物、行李、位置关系，制造一个您视线之外的盲区，从而轻松盗取您的财物。除了盗窃，还有一种情况也挺让人讨厌的，就是有些人自己贪图舒服，买了便宜的经济舱票，一上飞机就到处打量，专门找那些安全出口牌或者前排的旅客，编出各种理由想换座，什么我个子高腿伸不开，什么我身体不舒服需要宽敞点。您要是好心答应了，那可真是吃了大亏。您自己花钱选的好位置，让给别人去享受了，自己反倒去挤那个窄巴巴的普通座位，这又是图什么呢？所以各位月活晚年的朋友们，请一定要把今天李芷晴说的这些话记在心里。下次再坐飞机，不管来找您换座的是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还是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同龄人，只要他开口提换座，您脑子里那根安全的弦一定要立刻绷紧。记住这个唯一的原则，想换座找空姐，座位不乱换，财物才安全，规矩要遵守，旅途更平安。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这是无数人用真金白银的损失换来的教训。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退休了，出门旅旅游，看看世界，图的是开心，是享受，是平安。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心软，因为那点抹不开的面子，给自己招来巨大的损失和烦恼。您在飞机上的那个座位，就是您临时的家，守护好这个家，就是守护好您的财产安全，守护好您一路的好心情。我也恳请大家能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转发给朋友，互相提个醒，他们往往最容易成为这些机舱窃贼的目标。多一个人知道这个套路，就少一个人上当受骗。咱们月活晚年这个频道以后还会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实用的关乎咱们晚年生活品质和安全的知识。如果您想知道这些内容，一定要点个关注，再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的新视频一出来，您就能第一时间看到了。如果您在坐飞机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换座经历，或者您有什么更高明的应对方法，都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交流。我是李芷晴，在月活晚年频道陪伴大家一起智慧生活，安享晚年。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